今天晚上将要和你一起分享的文章是：这样对你的人才是真的爱你。在网上看到一个故事，女孩嫁给了心爱的男孩，结婚后却懊悔不已。当初男孩信誓旦旦地承诺婚后一定会努力给她更好的生活，结果生了孩子之后，带娃的是他，要赚钱养家的还是他。女孩回想起他们恋爱的时候，一遇上节日，男孩都会说，等我过一阵手上宽裕了，一定给你补上一份特别的礼物。他口中的过一阵却是遥遥无期。女孩生病的时候，男孩只会不停地在电话里说，你要照顾好自己，撑不住了就去医院。可明明他们就在同一座城市，一个只会整天在嘴上说爱你关心你的人，能有多爱你呢？作家林清玄讲过一个在他儿时，他的爸爸长途跋涉带肉羹回家的故事。爸爸去很远的地方办事，中午在市场吃到一份异常美味的肉羹。那个时候没有打包盒，为了能把肉羹带回家给妻儿尝尝，爸爸特意到附近的五金行买了一个铁锅，然后转回肉羹摊，用草绳绑好，提着铁锅回家。回家的路颠簸不平，平时空手坐车都会晕头转向，别提还要提着满满一锅肉羹了。爸爸担心肉羹洒出来，便全程将锅夹在双腿间，但即便十分小心，等他到家的时候，肉羹还是溢出了一半。可正是这半锅历经艰辛的肉羹，让林清玄深刻地感受到爸爸珍贵的爱意。爱是需要用行动来表达的。一个人值不值得深爱，不要只听他对你说了什么，而要看他做了什么。前两天朋友圈里有人感慨，微信好友3000又如何？遇到困难的时候能联系的人又有几个呢？发这条动态的是我老家的邻居陈叔。陈叔做了很多年的服装批发生意，前些年生意好的时候是村里的中心人物。让陈叔最得意的是自己人脉极广，不管去哪里都有不少兄弟和熟人，大家也都尊称他一声陈哥。今年因为疫情，陈叔2个仓库里积压的货都没能卖出去，厂方3天2头的催他结账。平时那些跟他称兄道弟的人，怕陈叔找他们借钱，一个个都避而不见，打了一圈电话求助，最后只有2个朋友给他汇了款。那2个人是早期和他一起创过业的人，尽管后来很少联系，但当初那份一起打拼的情谊一直都在。有人说，人缘是好是坏，情谊是真是假，共一次患难就知道了。人际关系中，值得骄傲的从来不是你认识多少人，有多少表面上的朋友，而是在你遇到困难时，还有多少人愿意挺身而出。朋友不在多，有几个知心的就足够。樊南星和张慧云是江西修水县的一对夫妻。2005年，张慧云被诊断为渐冻症。那时大女儿只有5岁，小女儿只有1岁，忙工作，跑医院，照顾妻女，生活的重担全压在了樊南星的身上。为了照顾生病的妻子，樊南星找了份开车拉货的工作。白天他出车时就让妻子坐在副驾驶，晚上他要帮妻子按摩做锻炼。10几年间，无论是开车拉货还是下地干活，樊南星都会把妻子带在身边，没有一天分开过。樊南星不会说过分好听的话，他只知道既然结为夫妻了，不管怎么样一定要负责下去。他答应过妻子，要脱贫，要一起过上好日子。2019年12月，他终于如愿，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买了辆新车，可以带着妻子一起出去玩。守护渐冻妻子15年，樊南星没有怨言，脸上总是挂着笑容。
它让我们看到，真正的爱人是不会那么容易被冲散的，在坎坷面前，他们会握紧彼此的手。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在乎你，不要看他嘴上说了多漂亮的话，而要看他行动上的付出。一个人值不值得深交，不要看你处于顺境时他的态度，而要看你经历坎坷时他的选择。不管是爱情还是友情，别相信好高骛远，要从小事看起，从低谷期看起。愿意陪你笑的人很多，可愿意陪你哭的人却格外珍贵，能跟你共患难的人更是难得。他们也许不会说很多的甜言蜜语，却一直在默默关心你，爱你。如果你身边也有这样的人，那就好好珍惜吧。好的，以上呢就是今天夜读的全部内容了。想要收听更多的夜读文章，请下载人民日报客户端。晚安，好梦。